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位。那么最近我发现播放量一直上不去，那么也是希望各位观众老爷把手中圆圆的东西分两个给我，毕竟播放量上去了，我才有动力去做视频嘛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带来5款 PSV 上还不错的游戏。那么第一款就是索尼 PSV 的首发后王作之一《神秘海域：黄金深渊》。这款游戏虽然是顽皮狗旗下 IP， 但并不是顽皮狗亲自操刀的。不过游戏的本身质量尚可，就是有点短。那么在这次冒险中，德雷克将解开40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大屠杀背后的秘密。游戏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由攀爬、枪战、格斗、拍照4个大部分组成的。那么本作的故事线是在《神秘海域1》之前。本次游戏将带领玩家探索中美洲失落的都市遗迹。这款游戏也算是充分利用了 PSV 的各种体感功能，将冒险的代入感有了进一步提升。当然，喜欢传统操作方式的玩家也能按照自己的习惯投入到冒险之中。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融合了 PSV 技能的攀爬要素。玩家在攀爬的过程中可以触摸屏幕上的下一个攀爬点，使德瑞克直接攀往指定地点，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玩家的失误操作。不过如果不喜欢这种操作模式也不用担心，游戏依旧保留了传统的按键操作，并且游戏的各种可互动区都有比较明显的闪光提示，在不少地点玩家可以透过镜头来判断下一步的走向。本作的枪战变化也较为明显， PSV 默认预摇感的灵敏度非常高，这也是游戏本身鼓励玩家用 PSV 本身的体感功能来进行瞄准。其次，本作中扔手雷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，直接触摸画面中的手雷标志即可进行投掷。不过本作依旧可以实现瞄准后再扔雷的操作模式。本作虽然自带中文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PSV 的语言不能是简体中文，否则会默认为英文。如果想让本作呈现出中文，那么就要在设置中将 PSV 的语言调成繁体中文。调成繁体中文以后再进入游戏，游戏就会默认显示为中文了。本作在 PSV 中原声分辨率较低，并且帧数不稳定。个人还是建议使用超频插件以及高清化插件来弥补游戏本身的不足。画面中所使用的是我的实际演示，这是已经打开了高清化以及超频的效果。开启了高清超频的效果，游戏的流畅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。最重要的还是原声的低分辨率以及画面中的狗牙得到了改善。抛去分辨率以及帧数的硬伤， PSV 的这版《神秘海域：黄金深渊》，无论是场景建模、贴图材质还是光影效果，都可以在 PSV 游戏中名列前茅。本作被玩家诟病的点并不是其游戏系统本身，问题是出在其游戏剧情流程较短，但游戏本身还是非常值得一玩的。对于那些奖杯猎人来说，本作白金奖杯的取得也是比较简单，最慢只需要20小时左右。如果你酷爱动作冒险游戏，那么 PSV 上的这款《神秘海域：黄金深渊》便是你不可错过的精品游戏之一。那么0到10分，也是请大家在弹幕中打出这款游戏在你心目中理想的分数，用这个分数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么本期第2款游戏《杀戮地带：雇佣兵》，这款游戏的画面已经达到了 PSV 的顶尖水准。索尼的宣发时期便表明，这款游戏将有匹敌家用机的高质量视觉效果。本作也是采用了《杀戮地带3》的引擎开发，支持摇杆以及触摸屏幕。虽然本作《雇佣兵》采用了与《杀戮地带3》一样的游戏引擎，但制作商 Guerrilla Games 向该引擎中加入了一些新的要素，允许开发团队尽可能的发掘 PSV 的技能。换而言之， PSV 是完全有实力开发出这种高水准的游戏的。不过今后我们也无法窥探到为 PSV 量身打造的技能极限游戏了。本作依旧是以伊萨与赫尔盖斯特之间的拉锯战为背景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本作玩家可以扮演伊萨的士兵，也可以扮演敌方赫尔盖斯特的士兵，由此点明了本作的主题雇佣兵。本作游戏的基本系统依旧是任务核心制，玩家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资金等奖励，解锁新的武器装备，且本作支持联机游玩，最高支持8人。游戏中包含了9场单人战役任务，且每场任务都大约有1个小时的游戏流程。本作的画面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也毫不过时，角色建模和动画动作都十分优秀，且在每个宏大的关卡背景下都有着稳定的帧数输出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移动版的《杀戮地带3》。本作完全应用于 PSV 的技能以及画面兼容性，灵活用双摇杆 FPS 操作以及触边控制近身格斗的特色，机身自带的陀螺仪对狙击等瞄准的微操也具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游戏系统上完完全全不输于主机平台，系列经典残酷格斗系统被保留了下来，灵活用 PSV 的触摸屏幕，当你离一个敌人够近的时候，点击它就会进入格斗。你可以通过滑动屏幕来隔开对手刺来的刀，并且反击它，这些操作都是可控的。那么屏幕上的画面依旧是我的游戏机实录，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，依旧是建议大家开启高清超频进行游戏。这款游戏可以通过插件来把帧数提升到60帧，达到丝滑的体验。本作的白金奖杯还是比较有难度，需要大家对这款游戏的操作有一定自己的见解。如果你是一个 FPS 游戏的粉丝，那么 PSV 上的这款《杀戮地带：雇佣兵》也是一款你不得错过的游戏精品。那么我对这些游戏的评价也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主观评价，从我个人观点出发，也是希望大家理解不要喷。
那么也是0到10分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款 PSV 上最高画质杀戮地带雇佣兵都有着怎样的看法？也是请大家把它在自己心目中的分数打在弹幕上。本期第3款游戏《重力眩晕》，本作是由索尼第一方开发的全新动作 IP， 首发于 PSV， 后期在 PS4 上推出了1代重制版。从游戏标题就可以知道，本作是由一款借由操控重力，在游戏空间中自由移动，并与敌人展开交战的动作冒险游戏。作为索尼第一方操刀的 ACT 游戏来说，本作的质量毋庸置疑，非常优秀，并且其续作《重力眩晕2》也已经在2016年登陆于 PS4。本作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见的卡通渲染，让这款游戏在 PSV 上的观感有了一定的提升。游戏部分，本作分为了21个章节，每章内容都相当充实。不错的 ACT 玩法加上优秀的剧情，让本作的游戏体验在 PSV 的众多游戏中名列前茅。本作主角在剧情中借用达斯蒂的能力，得以运用让周围重力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能力。借由这项能力，他可以体验到独特的漂浮、下坠、飞行的感受。玩家可以施展各种动作，例如横向坠落来进行高速移动，或者频繁的改变重力方向，借此在空中自由飞翔等。重力操控是本作移动与战斗上不可缺少的要素。本作的战斗方面着重强调了 PSV 的体感操作，玩家利用重力改变将自己送到一定的高度，接着使用体感瞄准衔接攻击，就可以使用伤害巨大、动作华丽的重力攻击。战斗系统依旧充分利用 PSV 的触摸屏以及体感，通过滑动触摸屏来进行闪避动作。个人觉得这个设计还是蛮优秀的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作由于开发时间较短，所以在成品中并没有加入可以调节难易度的选项。动作游戏苦手需要注意，本作在后期的难度曲线有一定的不平衡，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挫败感。瑕不掩瑜，一点小小的不足并不能阻挡这款游戏独特魅力的散发。本作对于城镇的勾画十分到位，随着故事的推进，主角也会渐渐的被城镇中的大家所接纳，让玩家可以很明显的感知主角的成长。本作自身优化相当不错，即便不开启高清超频插件，也依旧能获得比较良好的游戏体验。当然，如果开启插件，体验会更加优秀。不过这个游戏虽然好玩，但却十分挑人。如果有喜欢 ACT 以及 ARPG 的玩家，一定不容错过。那么依旧是0到10分，请大家把自己心仪的分数打在弹幕上。本期第4款游戏《灵魂献祭》，本作是由 Mars Incorporated 为 PSV 平台开发的一款偏魔幻风格的角色扮演游戏。这款游戏也是索尼在失去了怪物猎人这张底牌以后，紧急召集的各大宫斗 IP 中，我个人认为最好玩的一款。本作的主题是追求力量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等价交换原则。玩家扮演的主人公要牺牲自己来发动威力巨大的魔法进行战斗。本作的故事背景非常黑暗，很多怪物都是以半人半魔的形态展现到玩家面前，有一些克苏鲁的风味。本作比较具有特色的是，玩家可以自行决定 BOSS 的命运，是救赎还是牺牲，都看玩家自己。不同的选择也会引导剧情走向不同的道路。本作被奉为神作的原因，不光是其优秀的战斗设计，灵魂献祭的剧情也可圈可点。在这里我也是不便多做剧透，希望大家在自己游玩以后得出自己的结论。本作的引导设计也设计得相当优秀，玩家通过阅读魔书中的日记，从而进入书中的世界，完成相应的任务，习得魔法。任务可以最多由4名玩家共同协作。有趣的是，本作的牺牲以及拯救不光对敌人有效，对于血量耗尽的队友也可以选择牺牲或者拯救。无论是对什么生物，选择牺牲以后都会将其直接击杀，但相应的我们获得攻击力及魔法的升级。如果选择拯救，我们今后就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帮助，并且会获得生命的永久提升。与其他游戏不同的是，本作的魔法并不是无限使用的，我们使用固定的魔法会消耗对应的贡物，贡物在战斗中一旦耗尽，魔法便再也无法使用。所以在战斗之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贡物的等级、属性以及对贡物的强化还有合成，灵活运用贡物才能在战斗中无往而不利。在我们受伤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便可以使用我们所带的禁术。禁术需要我们献祭掉自己的一些东西，例如同伴的生命或者自己的骨骼。禁术虽然有巨大的代价，但往往可以帮我们逆转战局。本作的优化相当不错，在不进行高清超频的情况下，依旧能获得不错的游戏体验。不过这边我还是建议开启超频插件进行游玩。虽然在单人模式中帧数浮动并不大，但是在4人组队时遇到大型魔物，帧数将会变得非常糟糕。那么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灵魂献祭移植到别的平台啊，不过看来今后也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依旧是0到10分，不知道大家会给灵魂献祭多少的打分呢？本期最后一款游戏《逃鬼传2》。《逃鬼传》系列作为索系平台对标怪物猎人的代表性 IP， 其作品的可玩性也是可圈可点。剧情方面虽然刻画的会比怪物猎人系列好，不过也没有多优秀。
本作在 PSV 上的移植表现并不出色，不过也已经达到了能玩的程度。如果大家想游玩本作，请务必打开超频插件，否则会有灾难一般的体验。本作的战斗系统相当于前2作有了巨大的改变，最重要的还是鬼手系统的加入。用鬼手破坏掉的妖怪肢体，会让妖怪无法复原，但这也会彻底改变妖怪的行动模式。其他方面也是由于鬼手的引入，我们可以更快接近目标。由于《逃鬼传2》引进了开放世界的玩法，鬼手的攻击牵引也就成为了我们主要的开团方法之一。开放世界所引出的无缝切换大地图，也让我们的游戏体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贪玩人系列的妖怪没有做出任何的生态，导致各种怪物只零零散散的出现在地图的各个方位，让整个地图显得非常空旷。不过本作除去开放世界，还有一个类似地牢的玩法，玩家每更下一层，怪物的整体实力就会变强。本作游戏体验相较于怪物猎人有着更快的节奏，而且由于肢体破坏后，怪物的所有行动模式都会得到全面的改变，也让重复挑战的乐趣变得非常高。本作在刚发售时有着不亚于同期怪物猎人的游戏体验，不过相较于怪物猎人，游戏中的妖怪数量并不是非常丰富，即便他们有着很多的行为模式，但是有相当部分怪物的技能重复，以及在游戏后期装备起来以后，对付很多怪物都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这也就失去了宫斗游戏的体验。游戏的可玩内容被玩家们快速消费完以后，游戏的热度便渐渐沉了下去。这款曾经被大众认为可以对标怪物猎人的 IP， 也是从这里便销声匿迹了。本作的 PSV 版观感较差，但是如果只是想体验内容的话，还是十分推荐的。那么最后依旧是0到10分，不知道你会给《逃鬼传2》带来多少分的打分呢？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就请一键3连加关注，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我才会继续有动力制作这个系列。点赞破100，我会更新下期视频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！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。